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。魔教。有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！金霜！赵子柔！月如印！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2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刺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
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。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雨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。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了：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，一定要路过梅路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
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正法和破阴的结合，只要断气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，前面来了。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了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杰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哎，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
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哎，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。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2个没义气的家伙！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哼，还把酒当歌呢？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了，还哪儿来的？好香啊！喂，是你在喝酒吗？哎，喂，是你在喝酒啊？哎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吧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我们有缘在此做阶下囚，一起共饮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却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酒不错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糟烧好喝。不知道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起来的？唉，被2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
就你我2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刘无节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贝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限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。糟了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的这2位朋友可真是有趣的很呢。哼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被倒霉的抓到这里来？下次再见面时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你现在被关在这里，想找他们报仇，怕是没机会喽。谁说的？他们当时的确是很没义气的跑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事急从权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肯定？为什么？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觉？你可知道这吴昕是什么人？吴昕？他不是忘忧大师的弟子吗？哼，哎，就算他不来，萧瑟也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毕竟我还欠着萧瑟500两银子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嗯，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呢？你朋友不来救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也不需要朋友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？我吗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你想当皇帝？哎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做剑仙。这剑仙可不是皇帝封的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放心，当我朋友来的时候，一并把你也救出去。吵什么吵？出来！哎，喂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别慌啊，我朋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
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公子，那个人真的会来劫狱吗？劫狱？他现在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，还劫狱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我还真想见见他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无杰，刘无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空追忆，白虎夜行。快打水来！快使这边！
奇怪了，鱼石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，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鱼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，说改就改？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鱼石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盘堂里禅者，南乎其不竭路矣。少拽文了你。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这是师父。师父，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百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，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陆清扬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父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父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影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父眼中
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两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、南雪月、东无双、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孤剑仙洛清扬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清扬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清扬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良城内就只有洛清扬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清扬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清扬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？快到了，上！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
兄，我们。 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良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顾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。 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清扬。 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节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10吨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。 雷无节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，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木良城，顾剑仙，喂。 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夯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。 正好离他远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夯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 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雷无节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，那时我很兴奋。 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1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1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6皇子萧楚。 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4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，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。 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。
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因缘生，因缘尽故灭。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明白吗？老和尚说，要慈悲为怀。放心，我不杀你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不杀我，说明后面会有更麻烦的事情来找我。不麻烦，只是要你帮我做一场法事。做法事？我虽在大梵音寺修行，但我不是和尚。不是要你做，我要整个大梵音寺为我做这场法事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。睡着了，高人啊！师兄，师弟有一事相求，请你帮我做一场法事，要请300个和尚。你是老和尚这辈子剩下唯一的朋友，让你主持这场法事。也算是报答了他这么多年的唠叨。3日之后，我来这里找你。那做完以后呢？再之后，活下来再说吧。做完这场法事，你便离开吧。12年前。他们逼你卷入是非。12年后，你不能重蹈覆辙。我说雷无极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。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不错。
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叫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快赶紧把人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就找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！
或于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血；或于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；或于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了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像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不想，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静舟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印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印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，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一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看好了。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，少林寺的入门拳法。嵩山脚下花20文钱就能买到一本秘籍，我家店小二都会几招。啊！刚刚那套大罗汉拳，只是前一半。后一半是伏魔拳，2者加起来，才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后一半比较难，我手把手教你。江清波蝶涟漪，吹风化雨小锦旗。霜雪不完悲雨兮，梅花翠江顿戈壁。秋出茅庐青色不可欺。鸿鹄展翅，苍茫秩序，无所谓命格错综不拘，破天机，渐渐此的谜题。轻若困境里蜕变出豪华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阵成了，不信，别在这碍事了。
吁。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先生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1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无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禅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无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无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
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无心，无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心身上的魔气。吴心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哎，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哎，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
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是我师父贝壳离世，就是让虚伪之人一番无言自闭，无所居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不是，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。 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灭术，参悟万物心法，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。 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心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。 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心才5岁啊！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！ 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是这儿了。
这个家伙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！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鬼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00两银子。胡说！5花马，1000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工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该10两。买我个袖子！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吗？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知。什么无名之辈，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
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。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乱路上，相信见过年轮，不怕会遭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靠曾坚棱角激昂青春，才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，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生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我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。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
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哇！哼！哎。刚刚有人生过火呀！哇！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。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两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。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未听人说过。你好。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
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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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呀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。我过来，冷静，过来，冷静。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吴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吴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
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六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父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父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吴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父想用伏魔神通消除吴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吴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我还没上去呢！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居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
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杀步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，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惩辩己。
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雷无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，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无心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一个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切，采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呀！受死什么？萧瑟！不信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
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了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2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，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。2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，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。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莲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
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五大剑里的第二高手掌香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哪里去了？沈敬周也去了。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于氏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的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，魔教东征，雪月城拦住了。12年后，一个少主归山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年轻一辈的事，就要年轻一辈去解决，解决不了了，才轮到我们这些老一辈。我已经传书给唐莲了，收到传书，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写了什么？就像师尊12年前写给我们的信一样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，辉煌未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点棱角，激扬青春，踏实过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摇曳。你还是这么爱乱吗？你这下的什么棋？在雪月城里，你练你的剑，我酿我的酒，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动。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吴昕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就很少同吴昕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吴昕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。师父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
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